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各位同学，今天是2021年的4月20号，今天是4月20日，那今天呢是星期二，对吧？今天是星期二，没有错啊。好，那很高兴大家又来到 YouTube， 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各位同学，今天也要教各位的是新的 HSK， 新的 HSK 在7月1号就要开始了，所以我们从现在呢就要开始学习新的 HSK。那各位同学，来上理查老师的中文课，记得先帮理查老师按赞 ，click likes。Give me a thumbs up， 然后也要这个订阅老师的频道，还要关注老师的频道。你也可以把老师的频道推荐给你的好朋友们，让大家一起来跟理查老师学中文。那今天呢，Claire 说今天要准备上班了，没有办法上课。Claire 说今天没有办法上课，但是祝福你们好好学习。好，谢谢 Claire 同学咯。那老师也祝你上班愉快啊！好，今天的第一名啊是我们的赛琳。赛琳说，今天是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中文日。哎呀，有中文日啊！老师不晓得 ，like Chinese Language Day. I don't even know we have a day like this. 联合国中文日，真的啊 ？I don't know. 好，谢谢赛琳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好 ，Claire 同学晚安咯哦。好，松角同学你好，明格拉吧。好 ，SHK 你好哦，艾克 Samuel 你好，再来是49，还有尤文泰，还有 Zack 同学，向才，还有安妮亚 Chiao， 还有 Sicom 同学，好，按赞了，太好了。还有谁没有按赞呢？各位同学要记得帮老师按赞哦。好 ，Lina 同学，谢谢。谢谢。为什么老师要说谢谢？因为 Lina 是老师的会员，对不对？那当然还有我们的 Claire 也是老师的会员，还有赛琳也是老师的会员。老师要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有洪喜同学也是老师的会员，晚上好哦。好 ，Alex Press 你好，还有我们的 Mohammed Javid 你好 ，Hello， 还有我们的巴巴好不好？叫你巴巴就好了。巴巴同学你好。Laura Chiao，Laura 也是老师的会员，谢谢。Buenas tardes，Buenas tardes， 这个是西班牙话吗 ？Spanish。好，来，裴静同学晚上好，苏苏按赞了，谢谢苏苏。Sunny Thanks 你好，立新也是老师的会员，谢谢立新的支持。Pussy 也是老师的会员 ，Pussy 是来自美国加州的朋友哦。孟科也是老师的会员，孟科现在住在伦敦啊。好，还有我们的 MYO 对不对 ？MYO 同学晚上好，有志巧喜巧。好，这个康佳佳是摩洛哥人，哇，你是来自摩洛哥啊？老师很少有摩洛哥的学生哦，欢迎你哦，佳佳。立新说我也按赞喽。好 ，Pussy 说晓得跟知道有什么不同？我晓得了，我知道了，一样啊。知道比较 commonly used， 晓得比较 like language written language a little bit，but 两个意思是一样的。我知道了，我晓得了哦。好，知道跟晓得都是 I know 的意思哦。知道晓得 ，Pussy 它的意思差不多了哦。好 ，Mr. K 晚上好。Laura 同学 ，Chia 晚上好 ，Sing Navy 你好，对，他说，Laura 说对啊，西班牙语哦，好，我们方柔 Apakaba 方柔，欢迎方柔同学，好，宋角说他们的名字太难读了，对呀，没有关系，老师还是会 try my best to read your names out，OK，哦，茶亚好 Apakaba， 茶亚晚上好。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就赶快来上课吧。今天啊，我们要上的是新 New HSK 新汉语水平的第二个 level。今天要学的是11到15vocabulary 词汇11到15。那
今天呢，我们要学的是 elementary 初级的词汇。好，这些词汇，应该你们会觉得 very simple， 很简单哦。好，那老师念一次，请跟老师念一遍哦。Repeat after me，请跟老师念一遍。第一个叫半夜，半夜，半夜。OK， 第二个叫帮助，帮助，帮助 very commonly used, right？ 帮助就是 help。饱，饱 I'm full， 饱 OK， 吃饱了，饱。报名，报名，报名。好，最后一个是报纸，报纸。好，这些词相信你们都已经在 Old HSK 已经学过了，在旧的 HSK 你们都学过这些词了哦，所以应该不会很困难哦。合作愉快怎么回复？合作愉快，叔叔你是说回复吗 ？Like reply or respond， 对不对？不是恢复哦，恢复是 restore or like yeah recovery or restore。回复，合作愉快你就说合作愉快就好了。Okay, you just say 合作愉快。When people say to you 合作愉快 ，you just respond 合作愉快。OK， 就可以了啊。Yeah， 这个丽敏说 click likes， 对，请各位同学帮老师按赞好不好 ？Click likes for me， 帮老师按赞 ，OK？ 好，那这个我们先看第一个词汇哦，半夜。好，各位同学，半就是 half 哦，half， 夜就是 like night， 半也有 middle 的意思 ，middl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in the middle of night。所以各位同学，半夜很简单，就是 midnight 的意思。好，半夜就是 midnight。好，我们看一下 example。丽丽在半夜醒来，醒来就是这样 wake up， 哇，刚起床，哇 wake up， 这个叫醒来。丽丽在半夜这样子，哇，醒来了哦，醒来了，wake up。为什么她半夜醒来呢？为什么她 wake up 在半夜 midnight 的时候 wake up 呢？因为 because 她做了一个噩梦。OK， 各位同学，噩梦啊叫 nightmare， 噩梦就是不好的梦，噩就是不好，噩梦就是不好的梦。那你做噩梦的时候，你会把自己吓醒，你会被吓醒，对不对？做噩梦的时候啊，你会被吓醒哦。所以各位同学做了一个噩梦，所以啊，丽丽在半夜醒来哦。老师再念一次，丽丽在半夜醒来，因为她做了一个噩梦，做了 like made or like had 一个噩梦，噩梦就是噩就是不好的哦 like not good， 梦就是你的 dream， 所以就是 bad dream 英文跟中文是一样的。好，他有一个 bad dream，OK， 他做了一个噩梦，做了一个噩梦哦。好，向才说，老师，请问一下，这个半夜跟深夜的意思一样吗？是一样的哦，是一样的。好，老师告诉你们哦，半夜的意思应该就是指午夜12点哦，午夜12点。OK， 好，来，老师告诉你们哦，半夜的意思就是指的是深夜，深夜，或者是指午夜12点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三更半夜，这是一个 collocation， 我们很常用的一个 phrase， 叫三更半夜的意思就是半夜哦。三更半夜的意思就是半夜哦。They have the same meaning, but sometimes we say 三更半夜。They have the same meaning, like 深夜的意思，半夜就是深夜，半夜就是深夜的意思。好，49问老师说，半夜跟夜半一样吗？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夜半比较用在 like literature， 夜半比较是 like written language， 常常用在 poems 或者是用在一些 like articles。夜半比较用在 poems， 它是比较 like literal meaning， 比较 like old usage。OK， old usage。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哦。
Hello, Live a Duck 同学你好 ，Live a Duck 好，3更半夜哦。为什么 Pussy 问说为什么不能说醒了过？丽丽在半夜醒了过来，你可以说Pussy 你可以说醒了过来，你可以说醒来，醒了也可以啊。丽丽在半夜醒了也可以，丽丽在半夜醒过来了。醒来我们很常用哦，这个来有点像补语了哦 ，compliment。我们常常会说醒来，like why we say 来 because it's like you come back from your dream. Okay, you return to reality from your dream. You come back to reality from your dream. So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say 醒来。哦，这是为什么我们说醒来。我们常常会说醒来哦 Pussy 常常说醒来，你也可以说醒了 like woke up。丽丽在半夜醒了，可以啊、也可以，或醒了过来也可以哦。好，那这个各位同学，老师呢跟你们讲一下哦，这个我们有一些 like time adverb 哦，时间的一些副词，蛮多的，老师给你好不好？哦，你们可以学习一下。好，for example，我们说傍晚，我们学过傍晚了，对不对？好，K 同学，我们学过了这个傍晚，傍晚大概是17点到18点，就是下午的5点到6点，下午 afternoon 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叫傍晚。那我们也学过黄昏，黄昏是下午4点到5点哦，黄昏是下午4点到5点。还有我们也会说午夜，午夜就是子夜、深夜、3更半夜都是一样的意思。你可以说午夜，你可以说子夜，你也可以说3更半夜，你也可以说深夜。OK，都有点 midnight 的意思哦 ，midnight 的意思。好，这个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还有夜间，你也可以说晚间，夜间或晚间，大概是晚上7点到这个清晨5点，晚上7点到清晨5点。好，大概这些时间是晚上的时间，你们要知道一下。老师再念一次：傍晚，傍晚，再来是黄昏，黄昏 like dusk, right? Dusk. 午夜，午夜或子夜，你也可以说子夜，你也可以说3更半夜。OK，深夜也可以哦，深夜也可以。夜间就是晚间哦，夜间就是晚间。好，像才说我在半夜肚子痛。像才你只要说我半夜肚子痛就可以了，或我半夜的时候肚子痛哦，我在半夜的时候肚子痛哦。宋脚说我在半夜吓醒后之后睡不着，好，可以，好，醒来跟起床有什么不一样呢？醒来是 wake up， 起床是 get up， 不一样。Wake up means you open your eyes. Okay, when you wake up, you open your eyes on your bed. 起床是 you like this, you get up, you really get up. 起床是 you get up, you get up like from the bed, out of the bed. 那醒来是 you open your eyes. Okay, you just open your eyes. Maybe you do not really get up out of the bed. Okay, 所以醒来 means wake up, 起床 means get up. OK，清晨啊，丹旭问老师，清晨是什么意思啊？好，老师告诉丹旭同学，清晨的意思就是，好，清晨的意思，清晨的意思基本上就是OK，I'll show you，清晨，清晨其实就是我们说晚上的。清晨的意思就是晚上的0点到5点，哦，深夜的12点到5点，深夜的。
哦，半夜的12点到5点，这个都可以说是清晨。哦，这个都可以说是凌晨跟清晨都可以啊。哦，清晨清晨呢，可能就更清晨应该是6点到7点，叫清晨。哦，清晨。好 ，dawn 呀，清晨应该是6点到7点，凌晨是半夜12点到5点。哦，这是凌晨。那清晨呢？刚刚单序问的是清晨。哦，清晨是6点到7点。哦，清晨的时间是6点到7点。哦，有志问老师说，那早晨呢？啊，老师跟有志说一下哦，早晨是早上的6点到8点。哦，早晨是早上的6点到8点，这是早晨。早晨是6点到8点的时候。哦，早晨是大概啦，大概 OK，approximately OK，approximately 大概是这个数字哦。好，了解吗？啊，老师给你们好了啦哦。好，清晨、早晨、早上、上午都可以。好，我们可以说凌晨，你也可以说黎明，黎明就是 dawn， 黎明跟拂晓是一样的意思哦 dawn。好，清晨，早晨，早晨大概是6点到8点吧，早晨。上午的时间就是大概8点到11点吧，approximately OK，approximately 大概。好，了解了吗？哦，凌晨、黎明、拂晓，拂晓比较是 written language 哦，拂晓比较是 written language。我们平常说话很少说拂晓，这个一般是 written language。清晨，哦，还有这个早晨，还有上午，哦，好，这样了解了哦。好 ，OK，半夜的时候出门很危险，没有错。Otto 这个句子很棒。像女同学，你们半夜的时候不要出门。出门的时候啊，如果你半夜出门，你可能会遇到坏人，你 run into bad guys，right？那你就会有危险。所以啊，半夜出门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哦，不要半夜出门哦。好，OK，好。上次 Lina 说，上次在半夜有陌生人打电话来，真打扰到我了。哦，Lina，我们说打扰到我了。哦，我们说打扰到我了。哎呀，半夜的时候啊，有陌生人打来，我不认识的人打来，哦，打电话来，哎呀，打扰到我了。哦，打扰到我了，因为打扰是个 verb 哦，所以我们不会说真打扰我，很奇怪啊、哦。真打扰我 sounds strange， 打扰到我了啊、哦，你可以这样说，打扰到我了，或者是让我睡不着了 ，I cannot sleep， 哦，害我睡不着，哦，你也可以说害我睡不着了，哦，害我睡不着了，哦，害我睡不着了，哦，哎呀，半夜的时候啊，怎么会有陌生人打电话来呢？打扰到我了，或者是害我睡不着了。哦，害我睡不着了。I cannot sleep。哦，害我睡不着了。好，好多记不住，有字没关系啦哦。向才也说太多了，没关系。这个老师会把这些 information 哦放在这个 comment section，你们再去看好不好？哦，不用记，现在 you don't have to remember them right now. I'll leave all the information in the comment section, in the description box, then you can check it out, OK? 好，半夜跟熬夜是不一样的哦。熬夜表示你晚上不睡觉，熬夜的意思啊，那个宋脚，像你晚上如果你都不睡觉，那这个叫熬夜。熬夜 means you sit up the whole night，你晚上都不睡觉，这个叫熬夜哦，这个叫熬夜。好 ，OK，so 好，我们再往后看哦，第12个词汇，我们再看第12个词汇叫帮助，帮助。好，帮助是一个 verb，它也可以当做名词哦，可以当做动词，
也可以当做名词，帮助，帮助。好，我们看一下 example。李先生帮助了很多穷人。李先生 Mr. Lee 帮助了 help 很多 like a lot of or many 穷就是 poor man poor people OK 所以李先生帮助了很多穷人哇李先生看到穷人啊就会给他钱会给他食物give poor people money or food 这个就帮助这个叫做帮助李先生帮助了很多穷人这个叫帮助的用法，帮助好 Sophia 说醒来跟睡醒有什么区别吗？我醒来了，我睡醒了。老师觉得意思差不多耶。我早上7点醒来，我早上7点睡醒。意思差不多Sophia 意思应该是一样的好。那各位同学，老师给你一个名词的用法好 ，I'll give you the usage of noun，OK，名词的用法好 ，OK，好 ，for example，名词因为有理查老师的帮助，我通过了 HSK 4的考试因为有理查老师的帮助，理查老师 help，right？So here, 帮助 can be a noun. 帮助 can be a noun. OK? 因为 because of 有理查老师的帮助因为理查老师的帮助，我通过了 HSK 4级考试。我通过了 HSK 4级考试所以这边的帮助就是一个名词这里的帮助就是一个名词好，帮助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好 C 控说李先生帮助了许多或很多C 控你要说很多 a lot of 或者是许多 a lot of 老师帮助好多学生学习汉语好这个句子很棒 Puthia Thank you 宋角说李先生提供了很多穷人帮助李先生提供了很多穷人帮 To a little bit weird 宋角我们不会这样说你就直接说李先生帮助了穷人就可以了帮助 someone 帮助 someone 好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做人49你这样说做人应该互相帮助可以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也可以那你不要一起说做人我们应该这个 sounds very strange 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就可以了好多亏老师的帮助 good thanks to teachers help 可以多亏我们必须真诚的帮助别人好查亚的句子很好有志说老师的课程对我学习汉语很有帮助有志不需要加的事情you don't need to add 的事情 no 老师的课程对我学习汉语很有帮助 OK 老师的课程对我学习汉语很有帮助就可以了好这个动词也可以分开，不是它不是不可以分开passive，帮助是不可以分开的，帮忙才可以分开，帮忙 ，OK，I'll talk about 帮忙 later，OK，好，洪喜说，我常常祈祷老天爷帮助我，这个洪喜同学你要这样说，我常常祈祷老天爷帮助我就可以了，我常常祈祷。Because that's often, so you cannot say le here. It's not like you has done this action. No, it's like a truth or like a habit. 我常常 so you cannot add le here. 我常常祈祷老天爷帮助我我常常祈祷老天爷帮助我。好 ，ARR 说世界上没有单独的只是互。I don't understand this. ARR,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is sentence. 我不太了解这个句子ARR. A little bit strange. 好，来，好，老师，
啊，帮助穷人是好的事情，可以啊，帮助穷人是好的事情，可以啊。有时可以问老师说，帮助跟帮忙一样吗？一样，但是它的用法不一样哦。好 ，Laura 说，Laura 理查老师，我希望报答你的帮助。哦，Thank you。好，那老师告诉大家，帮助跟帮忙 ，What's the difference？ 帮助跟帮忙 ，What's the difference？OK？、那这个管和英来耶，管和英同学，好久不见了，管和英。好，那 Copy 说，工作的时候需要互相帮助，这个句子太棒了哦。好，老师告诉大家，帮助跟帮忙有什么差别哦？好，来。老师现在告诉你有三个词啊，有三个词，你们 you need to understand。第一个叫帮，第二个叫帮助，第三个叫帮忙。But what's the differences?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I'll tell you right now. First of all, let's talk about 帮。帮要怎么用？我们只说帮的时候应该怎么用哦？好，那各位同学，老师告诉你哦，应该这样说：当你只有用帮的时候，你要说帮 someone，and then you add the verb to. Okay, so the second verb. Okay, 帮 plus somebody plus the second verb, then plus something. Then plus something. Okay, so that's the way we use 帮。Okay, so for example, 举例来说哦，老师给你一个句子叫谢谢你帮我开门。谢谢你帮我是 somebody, right? 开是 the second verb, right? 开是 the second verb, open the second verb, 门 OK 开门叫 open the door。谢谢你帮我开门，帮我someone 开 the second verb 门 something 帮我开门。帮的时候记得先加一个 someone， 再加 the second verb。Okay, so that's the way we use 帮。Okay, that's the way we use 帮。好，老师再给你一个 example 好了哦，可以帮我买些鸡蛋吗？好，来，可以帮我买些鸡蛋吗？可以帮我买些鸡蛋吗？好，各位同学，帮 someone， 我是 someone， 对不对？买是 the second verb， 所以帮要加 someone， 再加一个 second verb， the second verb。好，知道了吧？帮我买，帮 someone second verb， 帮我买。好，老师帮我们学习汉语。哇，Yusuke 你好聪明哦 ！You're right, that's the correct sentence。像才说，谢谢你帮我解释，very good。帮 someone and then plus the second verb， 帮我 someone plus the second verb。second verb 是 explain 解释 ，explain 解释。好，了解了吗？所以当你用帮的时候，你记得你要加 someone， 然后再加个 second verb 就可以了。这是帮的用法这是帮的用法。那各位同学，帮助怎么用？帮助最简单了，帮助直接加 someone 就好了，不要加 second verb。When you use 帮助 don't use second verb after it. Okay, we only use 帮助 someone. Okay, 帮助 someone, and that's good enough. So I'll give you the examples. 好，老师给你一些句子哦。好，第二个，帮助的时候，请你记得加 someone, and that's good enough. Okay, that's good enough. OK， 好，那帮助怎么用？帮助 plus someone 就可以了。帮助 plus someone. And usually we don't need a second verb. Usually we don't need a second verb. 好 for example, 妹妹经常帮助别人。妹妹经常帮助 someone 是谁？ someone 就是别人 other people. 别人叫 other people. 妹妹经常帮助
someone，这个 someone 就是别人哦。所以各位同学，当你用帮的时候 ，you need a second verb. But when you use 帮助 you don't need a second verb. Okay, so that's the way we use 帮 and 帮助。哦，帮 and 帮助。好，了解吗 ？SHK 说他帮我工作，很好的句子。他帮我工作 ，because 帮 need a second verb， 帮 need a second verb，OK？、好，我帮他清扫房间，很好，这个句子太棒了。哦，帮的时候啊，你需要一个 second verb， 清扫就是个 second verb，very good。好，那各位同学，这个那帮忙怎么用呢？老师告诉你哦，帮忙的用法就不一样了哦。帮忙就是刚刚 Pussy 说的，可以分开哦。帮忙是离合词，是可以分开的，可以分开的哦。好，所以我们要说帮 someone 的忙，帮忙变成帮 someone 的，帮忙变成帮 someone 的忙，帮 someone 的忙。OK， 所以你要记得，帮忙中间可以加上一个 someone 的。someone 的哦，帮 someone 的忙哦，它就可以等于帮助 someone 哦，帮 someone 的忙可以等于帮助 someone。好，所以各位同学 ，for example， 老师给你这个 example 哦。好，我不想帮忙他，不对，你要说我不想帮他的忙，我不想帮他的忙，这是对的。那你也可以说我不想帮助他，我不想帮助他也可以哦。所以各位同学，你要搞清楚这些用法哦。我不想帮忙他，不对，你要说我不想帮他忙，我不想帮他忙哦。看得懂吗？来，老师好像写的怪怪的哦。来，老师再给你一次好了。好，来，老师再给你哦。我不想帮忙他。No, you cannot say that. Okay, you have to say 我不想帮他忙。我不想帮他忙。Because 忙 here actually is a noun. 帮忙 is like help. Okay, for example, help a favor. So you cannot say help favor him. That's very weird. So, for example, 帮忙 you don't need another object because 忙 is an object already. So you cannot add another object here. Okay, because 帮忙的忙 is an object already. So you cannot add another object. So here, 我不想帮忙他 this is wrong. You can say 我不想帮他的忙 or 我不想帮助他也可以，我不想帮助他哦。好，在厨房我帮助妈妈很好。Passy 说可以帮我的忙吗？可以帮助我吗？很好，Passy 就是这样用。可以帮我的忙吗？可以帮助我吗？对，好，他常常帮我的忙，很好。你也可以说 Lina，你也可以说他常常帮助我哦。好 ，KSP 说你可以帮我的忙吗？可以。然后 KSP 你也可以说你可以帮忙，你可以帮助我吗？你可以帮助我吗 ？Is also correct。你可以帮助我吗？这也可以哦。好，帮助和协助有什么区别啊？送脚差不多的意思，不过协助比较 formal 哦。协助不是协哦，是协助，协助比较 formal。OK， 帮助比较 casual 一点哦。它的意思差不多哦，意思差不多。我不想帮他忙，我不想帮他的忙，很好。你也可以说我不想帮忙他，不对，我不想帮助他。好，那 copy 你要这样说，我不想帮他的忙。那 copy 的句子是对的。那 copy 也可以说我不想帮助他。OK， 帮忙是离合词吗？是的，这样才帮忙是离合词哦。好，我不想帮 tandem， 我不想帮 tandem 是那个 app the name of an app。好，来，OK， 老师帮助学生，老师帮助同学，老师帮同学的忙，很好，也是可以正确。
好，他常常跟我吵架啊，有字不要说随时随地，好奇怪。他常常跟我吵架就可以了哦。他常常跟我吵架，我不想帮他的忙了。好，后面这个句子非常好哦。好，了解。老师帮我们的忙，这样很好。OK，good。丽丽今天搬家。丽丽今天搬家。丽丽今天搬家，我要去帮她的忙，很好啊。国才，你的句子很棒哦。国才，你也可以说我要去帮助她哦。国才，你也可以说我要去帮助她。OK，单旭说我常常喜欢帮妈妈煮饭，很好，非常好。帮要加一个 second verb。然后呢，我们的赛琳，哇哦，赛琳捐款了耶 ，Thank you，赛琳。哦，好久没有人捐款给老师了，谢谢，谢谢赛琳的帮忙，谢谢赛琳帮老师的忙，谢谢赛琳帮助老师。好，我们要这样说，对不对？谢谢赛琳帮助老师，or 谢谢赛琳帮老师的忙，对不对？哦，所以就可以用了哦。那你们知道怎么用了吧？哦，知道怎么用了哦。好，那谢谢赛琳同学喽。哦，赛琳同学，谢谢你，理查老师帮我们学习中文，帮要加个 second verb，非常好。好，佩佩猪迟到了没有关系哦。我常常帮妈妈的忙。好 Samuel， 你也可以说我常常帮助妈妈，我常常帮助妈妈，都可以哦。你们会用了，对不对？太棒了。老师就是希望你们把它用对哦，因为帮忙跟帮助有一点不一样哦。茶亚说老师帮我们的忙，真诚的学习国语、中文，对不对？国语、中文。好，国语比较像是 like official language。OK，mother language，official language。哦，国语比较像是 official language。好，OK，好，老师还有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法哦，就是老师给你一个 phrase 好不好？这个 phrase 非常的重要哦。来，OK，我们还可以说帮了 someone 一个大忙，帮 someone 一个大忙。Like a big help. OK, a big help. 帮 someone 一个忙也可以，你不要说大也可以，你可以说帮 someone 一个大忙，你也可以说帮 someone 一个忙 ，like a big help or help a lot, very helpful. OK，所以你可以说帮 someone 一个忙，帮 someone 一个大忙。If you think this person really is really helpful, then you can say 他帮了我一个大忙 right？ 所以我们看一下 example， 他帮了我一个大忙 He is really helpful. He is a big help. He helped me a lot. 他呀帮了我一个大忙哦。如果像刚刚赛琳捐钱给老师，老师就说哦，赛琳帮了老师一个大忙 like a big help， 对不对啊？帮了 someone 一个大忙 actually that just means help or like very helpful, a big help， 帮了 someone 一个大忙哦，帮了 someone 一个大忙。好，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说帮 someone 一个忙 and that's good Chinese。OK， 了解了哦，可以理解。好，然后呢，这个其实啊，当做名词的时候，哦，帮忙就可以等于帮助，帮助也可以当做名词，帮忙也可以当做名词哦。好，各位同学 ，as a noun， 帮助可以等于帮忙哦。For example， 我很感谢他的帮助，我很感谢他的帮忙。They are the same。帮助 can be a noun， 帮忙 is a noun。OK， 了解哦。好，我很感谢他的帮助。I'm thankful for his help。哦，我很感谢他的帮助。Okay, so we have like a lot of usages for 帮忙 and 帮助。And 各位同学，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些东西怎么用啊，老师会把这些 information 放在 description box。
then you can read it again. Okay, you can study it by yourself. Okay. Oh, okay. So this is quite important actually. Okay, this is quite important actually. Okay. 好，了解了啊。好，那希望你们了解帮忙跟帮助的用法哦。OK。哇，你看这边有很多哦，你们自己去看好不好？老师也会留在那个 description 里面哦，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哦。这边有非常多的 example. I'll give you lots of example and example sentences here, so you can like go back to my channel and check the description box, and I'll leave all the information in my description box. And don't worry, okay? 好 ，OK， 了解了哦。好 ，This is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帮忙 and 帮助 and 帮。OK， 好，那我们看一下第13个词汇，叫饱。饱 means full. When eating too much, then you're full, right? 你就饱了，吃饱了，对不对？我们中文常常说吃饱了 ，I'm full， 吃饱了。你也可以说饱了，我饱了就可以了啊。你也可以说我饱了，这个吃可以不要说哦。你可以说我饱了也可以，我吃饱了也可以，我饱了也可以啊，所以都可以了啊。好，我饱了，我吃饱了都可以。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example 哦。我吃饱了，谢谢你的招待。我吃饱了，谢谢你的招待。各位同学，这个谢谢你的招待是很重要的 phrase， 请你把它记起来，叫做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OK.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谢谢你的招待。Thank you for your treat.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谢谢你的招待。Like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dinner. Thank you for your beautiful breakfast. Thank you for your awesome lunch. 这都可以，对不对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meals. 这个都可以用。谢谢你的招待都可以用在这些地方啊。For example, someone treat you a dinner, treat you a lunch. You can say, "Oh, 谢谢你的招待.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meals." 谢谢你的招待 ，Thank you for your treat. 谢谢你的招待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啊。好，班长怎么班长怎么来晚了？班长今天迟到了，对不对啊？好，立新说的这是老师的句子。我吃饱了，谢谢你的招待哦。我吃饱了，谢谢你的招待哦。好，这个很常用了哦。好，再来for example， 那我们要怎么问人家 Are you full？ Are you full 要怎么说 ？Are you full？ 吃饱了吗？哦，我们中文常常会问人家 Are you full？ 吃饱了吗？吃饱了吗？哦，我们常常会问人家说好不好吃？吃饱了吗？好不好吃 ？Is it yummy? Is it delicious? 好不好吃啊？吃饱了吗？ This is like a very common greetings for Chinese people or Taiwanese people. Very, very common greetings when you treat someone a meal. 吃饱了吗？好不好吃？吃饱了吗？ Is it delicious? Are you full? 吃饱了吗？ And it sounds polite and it sounds very nice. Okay, so it's good to use these expressions and these greetings. 好不好吃？ Is it delicious? 吃饱了吗？Are you full? Are you full? 吃饱了吗？那你要怎么 respond？ 你要怎么回答人家呢？啊，我吃饱了，谢谢。我吃饱了，谢谢。好不好吃？好好吃哦，你煮的菜真好吃。吃饱了吗？我已经吃饱了，谢谢。哦，好，所以啊，你就可以这样子回答人家：我吃饱了，谢谢。我已经吃饱了，谢谢。哦，因为啊，这个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很喜欢问说好不好吃 ？Is it delicious？ 好不好吃？然后就会问你吃饱了吗？要不要再多吃一点呢、要不要再多吃一点呢、Do you want more？ 然后他就给你蛋糕，给你可乐，给你咖啡，给你点心，然后再问吃饱了吗？That's that kind of like Chinese hospitality。吃饱了吗？吃饱了吗？好，OK，呀，也是可以说的很好。
这个对中国人跟台湾人或香港人来说啊 ，like hello or how are you? Actually, we just say 吃饱了吗？Oh, we just like it's like hello in Chinese. 吃饱了吗 Are you full? So that's like a very commonly used greetings in Chinese. Like we don't really say hello. We say 吃饱了吗 We don't say hello or like how's it going? We don't say that. We say 吃饱了吗 Are you full? 吃过了吗 Have you eaten? 吃过了吗 Very commonly used greetings in Chinese. We don't really say 你好 No, we say 吃饱了吗吃过了吗 Oh, that's the way we greet people. Oh, that's the way we greet people. Oh, OK. 好，饱跟完使用一样吗？我吃完了。吃完 like a passive. 吃完 means like eat up. You finish, like you eat up something. So that's quite different. Okay, eat up. That's quite different. Okay, 吃完 means you finish and you eat up. 好 OK, yeah, OK. 宋小宝说：“我刚吃饱了，很好。”啊，佩佩猪说：“我吃饱饱了，饱饱。” We don't really say 饱饱，我吃饱了，yeah. But if you want to play cute, if you want to act cute, 我吃饱饱了 It's good for ladies. It's good. 我吃饱饱了 If you want to play cute, 佩佩猪你要装可爱就可以用。We say 装可爱 play cute. If you want to play cute, you can say 我吃饱饱了 That's for ladies. Okay, 我吃饱饱了That's for ladies. If you want to play cute. 装可爱 We say 装可爱play cute, act cute. 你如果要装可爱，我吃饱饱了a little bit strange. 你要装可爱的时候，你可以用装可爱，装可爱啊。好，佩佩猪在装可爱，我吃饱饱了Let's play cute. OK， 好49说，我今天吃太多了，现在已经吃饱了，很好的句子。好 ，Lina 说她吃饱了，马上上班。好，吃饱了吗？可以 gaming 可以。那 Kobe 我很饱，很好的句子。Malik 说你吃饭了吗？吃过了，很好。丹旭说我吃不饱，太少了，我吃不饱It's not enough for me， 我吃不饱，可以，我吃不饱。那怎么回答？吃饱了吗？是的。吃饱了吗？怎么回答？吃饱了Mr. Kewa 吃饱了吗？吃饱了，谢谢。we'll add a thank you. OK， 吃饱了吗？吃饱了，谢谢。吃过了，谢谢。吃过了。I have already eaten. 吃过了，谢谢。好，佩佩猪今天提早上班，今晚吃饱了吗？宋角问佩佩猪说：“哎，佩佩猪，你今天提早上班，你今天晚上吃饱了吗？吃饱了没？都可以好，我吃饱了，肚子已经疼了。same here. We don't use 各位同学，我们不能说肚子已经疼了。肚子疼了的意思 like you have like stomach ache, and that's not good. If you say, "Oh, I have a stomach ache," it's like you don't like the food, so you cannot say 肚子已经疼了。各位同学，你不要说我吃饱了，肚子好疼哦。No, you cannot say that because that means maybe the food is not good, maybe the food is not clean, and people don't like that if you say, "Oh, the food is not clean," right? So I'll tell you, you cannot say 肚子已经疼了。That means you have a stomach ache, and that's a little bit rude to the host, right? So you have to say 我吃饱了，肚子好撑哦。That's the way we say it. You cannot say 疼我们要说我吃饱了，肚子好撑哦，肚子好撑呢。You cannot say 疼 here. It's a little bit impolite. 肚子好撑呐，肚子好撑呐。好，这个 Samuel 同学，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句子我们应该要这样说：我吃饱了，肚子好撑哦。That means you like the food and also you're full. But when you say 吃饱了，肚子好疼哦 that means you have a stomach ache. And maybe that implies the food you offer me is not clean.
and that's rude a little bit, right? 所以我们会说我吃饱了，哇，肚子好撑哦。That means you like the food, but you eat too much already. But when you say 我肚子好疼了 maybe the food is not clean, it's dirty maybe. OK， 所以我们会说肚子好撑哦，哦，肚子好撑呢，哦，好 OK， 有志说吃饱了就运动运动吧，哦，可以加个吧，吃饱了就运动运动吧，不要躺在沙发上了啊、哦，不要躺在沙发上了。AR 说哇肚子好撑哦，which means I'm full， 就是吃饱的意思哦，撑哇吃饱了哦，肚子好撑哦，吃饱了哦。好 ，OK， so that's the word adjective 饱 ，OK 饱。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词，第14个词汇叫做报名。报名 ，OK， 报名，报名 means to sign up，and it is a verb， 它是一个动词哦 ，sign up，sign up for an event or an activity。好，我们说报名呢，你要报名一个活动哦，要报名一个活动哦，通常是用在活动上面。好 ，for example，娜娜昨天报名 HSK 4的考试。娜娜昨天昨天 yesterday yesterday， 娜娜昨天yesterday， 娜娜昨天报名 sign up HSK 4的考试。好，考试就是 test or like exams， 考试 test or exams，OK， 好，考试哦。娜娜昨天报名 HSK 4的考试。好，那这个报名 especially for an event, for the test, for an activity, then we will use 报名。I'll give you some collocations, OK？报名常常会用在哪些地方呢？老师告诉你哦，报名的 collocations，OK。好，那各位同学，老师告诉你哦，报名会常常用在 sign up for an event or an activity or a test, and the collocations are 报名一个活动，活动 activity， 报名一个活动 like you sign up for an activity， 报名一个活动，你也可以报名一场比赛，报名一场比赛。Like sign up for a competition for the game, OK， 比赛叫做 competition or a game， 报名一场比赛 OK， sign up for a competition。 你也可以去这个 like military service， 我们叫当兵。你可以想，如果你想当兵，你可以报名去当兵哦，你可以去报名当兵。好，这个like military service 哦，当兵。你也可以报名考试哦，报名考试 like sign up for a test。你可以报名 HSK 考试，对不对？你可以报名考试哦，所以报名常常会用的 collocations 就是活动，报名活动，报名比赛，报名去当兵，报名考试都可以哦。所以这个是报名。可以用在这些地方哦，报名 sign up for。 好 OK， 报名老师给你一些example 好了哦。好，好，老师给你一个 example。 好 for example， 这是个很有意义的活动，请赶快来报名吧。我们常常会这样说，请赶快报名吧，请赶快报名吧 Come, hurry and sign up。 哦，所以各位同学，常常有人会这样说，请赶快报名吧，或加个来，请赶快来报名吧。 This is a meaningful activity. Please hurry, come and sign up。 这是个很有意义的活动，请赶快报名吧。This is a very meaningful activity. Come, hurry and sign up。 哦，请赶快报名吧，请赶快报名吧。这是个很有意义的活动，请赶快来报名吧。
OK， 好，所以这个是报名的用法哦，报名哦。好，我们再往下看最后一个词了。最后一个词比较简单，叫做报纸。报纸就是 newspaper。报有点像中文的这个报，有点像英文的 report，所以啊，中文有点像 report， 纸就是 paper，like report paper。OK， 中文的说法有点像 report paper。OK，in English is newspaper， 报纸 newspaper， 你们知道吧？报纸嘛，哦，报纸，有的人很喜欢看报纸，对不对？哦，报纸叫 newspaper。但是英文是 read a newspaper， 读报纸。我们中文不用读的，中文我们说看报纸哦。我们中文说看报纸，我们不会说读报纸。We don't say read, actually we say look newspaper. We say look newspaper. We don't say read newspaper. We say look 看报纸哦。我们都会说看报纸哦。好，我们看一下 example。爸爸一回家就翘二郎腿看报纸。好，爸爸一回家，好，各位同学，一巴拉巴拉巴拉，就巴拉巴拉巴拉，就是英文的 as soon as，OK，as soon as， 一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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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巴拉巴拉巴拉，就是我们英文的 as soon as。爸爸一回家，回家叫 came home。As soon as Dad came home， 就as soon as 就翘二郎腿看报纸。看报纸叫做 read newspaper。He read newspapers。He read newspapers。翘二郎腿，各位同学，什么叫翘二郎腿？你们知道吗？就是图里面这个男生呢，把脚这样子叠起来，这个叫翘二郎腿 ，cross with his legs crossed， 这个叫翘二郎腿。Very, very interesting usage。翘二郎腿不是成语，它是一个 like 惯用语 like idiom， a little bit like a phrase and idiom。翘二郎腿不是成语 ，it is not a Chinese idiom. It's like a phrase。翘二郎腿念报纸 no。When you 念报纸 is like you really read it out。Okay, you read it out, then you can say 念报纸。But we seldom say 念报纸 we say 看报纸。看报纸念报纸 means you read the word on the newspaper out. Like you read the newspaper, and that is 念报纸啊。好，翘二郎腿，看得出来吗？翘二郎腿就是把脚这样翘起来，翘二郎腿，你们懂意思吧？这个英文叫做这个 cross his legs， 不过我们中文的说法叫翘二郎腿。像图里面这个男生，他在翘二郎腿他正在翘二郎腿，这个叫翘二郎腿 ，very interesting usage。翘二郎腿，翘二郎腿。好 ，OK。他每天早上看报纸，很好好，对我来说，中文报纸太难看了。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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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not say 难看。裴静，难看 means ugly。理查老师太难看了 ，Teacher Richard is ugly。好。So you 裴静你要说中文报纸太难了就可以了，太困难了。太难看 means something is ugly。it's not 难看 means ugly。所以裴静难看就是很丑啦。报纸不丑，对不对？报纸不会难看。所以裴静你要说报纸太困难了 ，very hard to read。报纸太难了，报纸太困难了就可以了好。报纸里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消息报纸里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消息有意思的消息好，可以报纸好 OK so 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major word。 What's the major word for 报纸 Do you know？ 有没有同学知道 What's the major word？ What's the major word for 报纸？Who knows？ 谁知道？告诉老师。你们知不知道报纸的量词是什么？ What's the major word for 报纸？有没有人知道？报纸的 major word？ 没有人知道啊。翘二郎手 ？No, we don't say 翘二郎。
我们就把手插着。本 no 不是一本报纸，还有谁 ？Mr. K 说本不是本，一张报纸 no，一张报纸 no，we don't say 一张报纸。一份报纸 ，right， 太好了，玉珠答对了啊！一份报纸 ，that's the way we use it。一份报纸，好，我们会说一份报纸。But when you say 一张报纸 that means a single piece. Then we can say 一张。If you want to say a single piece of newspaper, it's okay. But oftentimes we say 一份报纸，一份报纸啊，不是一张 unless you're talking about a single piece of newspaper. Usually we say 一份报纸，一份报纸啊，一份报纸。That's the major word for 报纸啊。报纸上写的字太复杂了，看不清楚，看不懂了啊，不是看不清楚了啊。宋角看不清楚 means you cannot see it clearly， 应该是看不懂 ，you cannot understand。OK， 看不懂哦，不是看不清楚。好 ，OK， 一份报纸啊，了解了，一份报纸。好，老师再给你一些 collocations。OK， 送报纸。啊，各位同学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送报纸？送报纸 ，deliver newspaper. Some people deliver newspaper for a living， 对不对？送报纸，哦，送报生会送报纸，对不对？送报生，送报生，deliver man for newspaper, right？ 送报生，送报生啊，送报纸。好，送报纸的意思，送报生，送报生就是会送报纸的那个人哦，like delivery boy， 哦 ，newspaper delivery boy，OK， 送报生，他会 deliver newspaper， 这个叫送报纸哦，送报纸，送报纸啊，送报纸，懂吗？啊，懂了解啊。好，那还有呢？还有订报纸 subscribe。订报纸叫 subscribe to the newspaper。好，送报我们说送报纸叫 deliver newspapers。我们还说订报纸，有一些地方它会订报纸 subscribe right 订报纸 subscribe to the newspaper， 送订报纸订报纸 subscribe to the newspaper。好哦，孟轲小时候送过报纸啊。哇，孟轲，你小时候送过报纸哦？那可能你要赚钱，小时候要赚钱，所以孟轲小时候送过报纸，送过报纸哦。好，这个叫送报纸、订报纸哦，送报纸、订报纸。好 ，OK，so that's all for today。好，各位同学，那这个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老师再把今天的词汇再念一次哦。好。来，跟老师念一遍，半夜，半夜 midnight， 半夜，再来，帮助，帮助 help， 帮助，再来，保，保付，保，报名，报名 sign up， 报名，报纸 newspaper， 看报纸，看报纸。一份报纸啊，一份报纸，还有送报纸 deliver newspaper 啊，报纸。好 ，OK， 所以各位同学，这就是今天的课程，谢谢各位同学喽啊。爸爸一回家就翘二郎腿看报，不用说看一份报纸，我们说看报纸就可以了，不用说看一份。SHK 我们不说，很少说看一份报纸吧，除非你看2份。我看2份报纸，我看5份报纸可以，我看3份报纸可以。You want to emphasize how many copies you read? OK， 好 ，OK， 那今天要练习数字了哦。来，今天的数字是6644吗？6644对不对？6644。6644 How to say 6644 in Chinese? 6644
6644，好，6644，OK，6644要怎么说啊？中文6644要怎么说？好 ，OK， 你还没报名这个活动，很好的句子，多谢您，上帝保佑您和您的家庭，谢谢丹旭同学。好哇，你们都写出来了哦。好 ，C 没有说6644 ，Good， 丹旭一样。好，玉珠也是6644，那 Copy 6644，也是可以6644，有志6644，国才6644。你要像老师这样常常念呢。You need to read it out loud。6644，Mr. Kwa 6644，任淑雅6644，ARR 6644，皮叶6644，Posy 6644，宋角6644。OK，so 各位同学，你要像老师一样，一直 read out loud and repeat it again and again，then you can master Chinese。OK， 好，那谢谢各位同学喽，我们明天再继续。明天老师有一点忙啊，希望来得及。Because tomorrow I'll take my mom to the hospital. I don't know if I have time. 明天呢，老师不晓得有没有时间呢。哦，老师会尽力的帮助各位哦。好，刘文泰同学，哦，晚安。Liver Duck 说，如果天过得不好，天过得不好是什么意思？今天过得不好吗？你吃饱了吗？Liver Duck 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今天吗？今天还是天过得不好？怎么回答？你吃饱了吗？吃饱了吗？我吃饱了。吃饱了吗？我没有吃饱。Or you mean like today he spent a bad day today? Then we 吃饱了吗？ Then we will say that directly like 我今天过得不顺利。If you want to say I don't have a good day today， 我今天过得不顺利。You don't need to answer his question. Like 你吃饱了吗 ？But actually you don't have a good day. Then you say 我今天过得不太好 ，and that's good. OK，liver duck 的意思是 maybe today you had a bad day and the person asks you 你吃饱了吗 ？But actually you don't want you cannot answer him like I'm full. You want to tell him I don't have a good day. Then you can say you just tell him directly. 我今天过得不顺利，我今天过得不好。You don't need to answer him. 我今天没有吃饱。No, that's not the way. That's not the answer he wants. You just directly tell him. 我今天过得不太好，我今天真倒霉，我今天过得不顺利哦，都可以哦。好，了解了Liver Duck， 你就直接回答他。人家如果说你吃饱了，你吃饱了吗？哎，我今天过得不好。You don't need to answer him like 我吃饱了 ，no， 或者是我没吃饱了 ，no。You just tell him directly。啊，我今天过得不顺利，我今天真倒霉啊，我今天有点难过。You just tell him directly. You don't need to answer him 吃饱了 or 没吃饱。No, that's not the way. That's not the answer he wants. OK， 好 ，OK， 晚安喽，赛琳，茶亚明天休息一天没问题。好 ，Lina 晚安，孟科好晚安喽，今天的课太棒了，谢谢。然后 SHK， 你的直播课越来越有意思了，你的直播课越来越有意思了。好，谢谢 SHK。你看老师现在越念越快，你的直播课越来越有意思了。好 ，OK。好，谢谢老师，拜托给我们教汉语。谢谢老师教我们汉语啊，谢谢老师教我们汉语。OK， 好 OK，so 谢谢各位喽。好，那我们明天见喽。See you tomorrow. Subscribe. Give me a thumbs up. And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喽，拜拜。